黑人大哥递上钱和毛毯，施舍给一个白人流浪汉。他明明可以拿着钱去饱餐一顿，却花光所有，买了盒单词拼写卡片。可结账时，一旁的小女孩闻到了他散发出的臭味。Something stinks. 威利非常窘迫，他察觉到自己影响了别人，于是把硬币和卡片放下后，轻声请求女人帮他付钱，自己则到门口等待。Thank you. 威利宁愿去垃圾桶里找吃的，也要买下那些卡片，全都是因为他捡到了一本日记，上面没有致富秘籍，只有一个小女孩普通的每一天。可威利却视她为珍宝，因为她太孤独了，没有一个朋友。日记的出现填补了他心灵的空缺，像一个笔友一样，威利有了第一个朋友。而女孩同样也是孤独的人，妈妈去了天堂，只留给她了这个本子，还说相信只要每天记录生活，妈妈也能了解到她的点点滴滴。威利继续向下翻，可后面的内容变成了手写体英文，他皱起眉头，一个单词也看不懂，只能转头向他人求助。 Excuse me.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cursive?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this? The fuck out of here. Move on. 周围全是流浪汉，根本没人能帮助他。好在第二天街区来了传教士，为流浪汉们传颂圣经，希望他们能一心向善。威利趁机提出了帮他认字的请求。Can't right now. Read the Bible. 威利这才发现，这些人只是在做表面功夫，而他们给的圣经根本救赎不了真正苦难的人群。威利坐在原地，眼神中满是失落，无奈之下，只能买来这些识字卡片，一字一句的阅读日记。女孩提到妈妈去世那天雷声很大，她很害怕打雷。威利感到非常意外。I'm afraid of thunder too. 两个孤独的灵魂好像发生共鸣。这时天空也碰巧轰轰作响，不一会儿大雨就倾盆而下，威利只得带着日记躲进了废纸箱里。他晚上不敢睡觉，因为上一次就有人抢走了他的睡袋。威利总是一个人爬到一个天台上，在这里他仿佛能逃避现实，可光是阅读日记已经满足不了他了。威利捡来一根铅笔，用心地将它磨尖，在日记的空白处给小女孩写信，分享着自己的生活。他每天早上都会去翻垃圾桶，那里有不少被人浪费的食物，随后再举着牌子上街乞讨。当然很多时候都会一无所获，不过偶尔还是有幸运降临到头上。餐厅里客人剩下了一大半的汉堡，歪歪扭扭的文字记录了威利的生活。他将那页折成飞机，满怀希望地抛向空中，似乎那纸飞机会载着他的思绪飞向女孩的手里。晚上平静的流浪街区闯入了两个不速之客，小伙子高呼着出价50美元，让人跟眼前的黑哥单挑。威利闻声过来凑热闹。 Hey, buddy. You want to make some money? 还没等威利弄清楚状况，黑哥就向他扑了上来，两人瞬间厮打在一起。威利虽然身材瘦小，但长期在街头的摸爬滚打，让他有了敏捷的身手和坚韧的意志。尽管黑哥看着人高马大，可还是被威力爆发的力量碾压。小伙子兴奋的手舞足蹈，连忙递上50块奖金，高举着威力的右手欢呼，称他是街区最强的废纸板拳击手。可威力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，拼命赚来的50块钱本可以让他至少1周不用担心挨饿，然而他却拿去开了间旅馆。看着那稍显陈旧但却干净的床铺，他的眼神很是复杂。威力已经不记得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了，浴缸里全是他身上的泥垢，太久没有刷过牙，吐出的水里也掺杂着鲜血。他一边吃零食，一边看电视，享受着这久违的惬意。可是他并没有在柔软的床上入睡，长期的流浪让他的身体适应了坚硬和冰冷。早上刚走出旅店，威力偶然瞥见街对面有一个坐轮椅的男人，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那人也曾在流浪街区出现过。看着男人艰难前进的样子，威力想出手帮他，可男人却恶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。Get the fuck off me, man. I got it. 面对这样无理的态度，正常人都不会再同情对方，可威力却并没有放弃，提出能不能帮自己读手写体日记，作为交换，威力可以帮忙推轮椅。就这样，二人达成了交易。男人是个退伍老兵，战友们都叫他的外号小手指，在伊拉克战争中不幸失去了双腿。可是，一谈起往事，小手指脸上就洋溢着笑容，因为美国总统曾亲自接待过他，还赠予了一枚紫心勋章。曾经的他是那么荣耀，可现在却沦为一个谁也看不起的流浪汉。他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不得不当掉紫心勋章。可是店长却只出价15美元。15. But if you want to buy this, it's worthless. Fucking not worthless, man. It's my legs right there. 自己引以为傲的荣誉，在别人眼里还不如一块废铁，这简直就是侮辱。小手指心里气不过，冲着店长大骂一通后，威力带着他转身离开。他们在垃圾桶里翻到2块爬有蚂蚁的鸡腿，威力分享着这来之不易的食物。从那以后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在小手指的影响下，威力也有了更多交流的对象。 You could have anything in the world that you want. What would you want? I don't want to be alone when I die. 威力唯一的愿望就是摆脱孤独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他就遇见了一只流浪狗，眼神中满是无助。威力心生怜悯，抱着狗狗一起乞讨。路人似乎被这一幕触动，施舍的钱都要比平时多些。威力第一时间没有想到自己，而是给狗狗买了一盒罐头。他则在一旁翻阅起日记，看到句很有哲理的话：有些人在你的人生中只是过客，
当他们离开时，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了。狗狗短暂地陪伴了威利，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威利又重新变成孤零零的一人。当他感觉到孤独的时候，总是希望有人能向他投来目光，只是简单的眼神交流，威利的内心就会无比的满足。离新年越近，这种感觉就会愈发强烈。不过这一年不同的是，威利有了朋友，小手指和日记中的女孩。他又买了一本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小心翼翼地撕下封面，把它贴在了日记本上。女孩的形象仿佛更加具体了些。他们看着天边灿烂的烟花，期盼着新的一年能够过得更好。可小手指的想法却很消极，他很后悔以前没多抽烟，与其这样活到老，倒不如得肺癌离世舒服些。威利劝他乐观些，作为战争英雄，怎么能有这种态度？说到这里，威利灵机一动， Used to say war hero. 果然效果不错，路人看到牌子都表现出敬意，纷纷伸出了援手。这晚他们收获颇多，两人准备去开间房好好休息一番，可老板却临时涨价，要按人头收费。二人没有办法，威利只能被迫与小手指分别，独自回到街区。没想到那两个小伙子又在搞拳击比赛，威利通过自己的实力，一连干趴了好几个人。观众们纷纷被他的狠劲吓到，小伙毫不犹豫地结清了奖金，嘴里还不停地夸赞威利。 I'm spending big money, but it feels good. I think it's because I like you. I know it sounds weird to call you my friend, but I honestly like you, Willie. 威利心里很是开心，第一次有人亲口称他为朋友。这天，小手指终于兑现了他的承诺，替威利读女孩的最后一页。女孩和往常一样，在学校时没有同学和他说话，他就只能回家对着妈妈照片倾诉。可酗酒的叔叔大发雷霆，不料却将烛台打翻，滚烫的火苗落在他的身上。女孩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天堂与妈妈重聚。女孩的故事好像触动了小手指的内心，他念不下去了，跑到一旁自责起来。他不配和威利做朋友，因为他曾杀过人。 And you're a war hero. I killed a girl, man. 原来在战场上，敌方士兵抓平民当人肉盾牌，他当时别无选择，至今都无法忘记对面女孩恐惧的神情。看到小手指如此难受，威利出言安慰 You had to do it so you could be here. You could be my friend. 小手指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，可威利却始终站在他这边。朋友在威利心中非常重要，他还学着对方，将自己的小手指也涂上了戒指。这晚小伙子又找他参加拳赛，为了帮助朋友，威利竟主动替他找人。就在两人厮打在一起时，第一次打架的黑哥拿着平底锅偷袭了小伙，看着朋友被欺负，威利自然不乐意，冲上来就把对方放倒，还用锅子狠狠地砸了他一下。众人都被吓坏了，可威利却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小伙见状赶紧起身逃离，威利失手酿成大祸，只能躲上了天台。可楼下的警灯晃得他心里发怵。第二天，威利决定逃离这里，走之前先来到了父亲的墓地。他向小女孩讲述与爸爸的故事。 I don't know if he's happy or if he's sad watching me. I didn't grow up so good. 威利恨自己没有让父亲骄傲，不仅把人生过得一塌糊涂，如今还要背井离乡，开始逃亡之旅。他靠着墓碑向父亲告别。 Goodbye, Daddy. I'll see you soon. 晚上，威利路过之前的当铺，没想到橱窗竟赫然摆着一枚紫心勋章。他知道那是小手指的，于是果断将它赎了回来。威利偷偷摸摸地回到街区，竟看见小手指在寒风中睡着。他拿起自己毛毯，想要给他披上，可走近了才发现对方的身体早已僵硬，自己的好朋友离开了人世。威利替他盖上毯子，坐在一旁痛哭流涕。好不容易拥有的朋友，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自己。 My only friend, Pinky. 威利把小手指带离这里安葬，而那枚让他引以为傲的勋章，则留在了他最后离开的地方。好不容易才处理好朋友的后事，威利刚刚钻进纸箱休息，没想到第一次送他毛毯的黑人找了过来。波普是街区管理员，虽然警方不在乎流浪汉的生命，但是威利失手打死同胞的事，他还要算账。波普警告他不要再替人打黑拳，可威利坚定地把对方当朋友。 They're not your friends, Willie. Yes, they are. Are they sleeping down here with you? They're not sleeping in a goddamn box, are they? They come here again, some dead motherfuckers. You got that? 原来那两个小伙一直都是在利用威力招流浪汉们打拳，也是为了拍视频博流量，还组织了一群小年轻买马赌博。得知真相的威力彻底崩溃了，不仅大力的砸自己遮风避雨的纸箱，还愤怒的击打垃圾桶，发现自己竟然为了金钱伤害同胞，这简直无法被原谅。 It's stupid, Willie. It's stupid. 第二天，威力发现了后街草丛里全是以前扔出的纸飞机，自认为女孩也不愿意原谅他，不想与自己做朋友了。为了赎罪，他来到了征兵现场，可是长官却以他年龄超标，将申请回绝了。 If you need any help, I can contact homeless shelters in the area. I'll be a human shield. 威力的话把长官都惊呆了，可还是没能得到同意。晚上，小伙子带了更多的人来下注，即使已经把价格提到了$100，也没有一个流浪汉愿意。他独自吆喝了半天，总算有一个老人举起了手。没办法，他实在是太需要这笔钱了，可光有1人还是不够。于是小伙找到威力，威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然而对方却威胁起他：“难道你忍心让别人跟那老头打吗？”威力沉思片刻，
还是向前迈出了一步。见状，小伙子瞬间兴奋起来，招呼着观众们下注。可当比赛开始时，威利就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任凭老人向自己挥拳，甚至为了对方打得方便，直接跪在了他的跟前。What the fuck is this? Yes, Willie, get the fuck up now! 观众们认为自己上当了，纷纷大喊退钱。于是小伙拿起日记，威胁威利必须动真格的，否则就当场把他烧掉。可看着老人可怜的样子，威利怎么可能动手？ I'm not gonna hit him. Fine. No! 威利推翻了火炉，想要徒手把朋友救出来，可是最后日记烧了个精光，他的手也严重烧伤。威利被送到了医院，内心非常的自责，后悔自己做的一切，后悔自己没有保护好朋友。虽然日记已经没了，可里面的内容却深深地刻在了心里。他自顾自地背诵着女孩写下的文字，通过呼叫仪传遍了整个医院，直到他背完了整本日记，也没有注意到门口站着一个裹着纱布的孩子。与此同时，波普将小伙子的车截停，带着兄弟们包围了他们。看着他从车里掏出了真理，二人只能听话下车。小伙以为是抢劫，想要花钱消灾，可波普却并不要他的钱。I want you two boys to fight each other. The winner gets to drive home, but the loser, they stay with me. 小伙被吓得不轻，为了保命，两人直接互掐起来。看着这一幕，波普也意味深长地笑了。原来这些不尊重人的公子哥，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不过如此吗？出院的威利独自坐在路边，双眼空洞的仿佛失去了灵魂。波普恰巧开车碰见，看着这个被朋友伤害的可怜人，还是于心不忍，又一次扔给他一条毯子，随后扬长而去。在波普的善意相助下，威利重拾了生活的希望。他像往常一样默默地站在路边乞讨。一个小女孩主动靠近威利，她脸上满是火焰留下的伤疤。原来女孩正是病房门口的那个孩子，同样也是日记真正的主人。她知道威利捡到了自己的日记，也被他的回信所感动，二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。威利裹满白纱布的双手，此刻仿佛化作一对天使的羽翼，正如女孩日记里的原话。 I keep waiting for the angel mommy sent to hug me. 两个孤独徘徊的灵魂在此刻终于相遇，过往的所有苦难都悄然消散，在这一刻彻底化为乌有。